我不仅是双水村支书田福堂的闺女，还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的侄女儿，县第2中学的人民教师。你们要是再灌酒，我现在就去找我二爸田福军。赵志高书记，我知道你在外头，进来说话吧。染发染不出北木品。孙长啊，有胆识。赵志高书记，这斗拉河的水流到我们双水村断流了。我现在代表双水村大队的全体群众，请求你放水。管子村已经表态了，只要你们能放水，他们就能把水放给我们双水村。放水不放水，那就要看我们大队的群众同意不同意。就算是他田福军到这儿来，我还是这话。来，大家都进来。哥，你是干什么的？哎，干什？咋回事？我哥，金副军长到。带几个人把孙以后手上的橛子给下了，把他捆起来，送到大队部去。行。哎，把嘴也堵上。面对灾难，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是县第2中学的教师，难道我要给我的学生们讲，我们县有一个10个街公社、10个街大队，这个大队的人面对旱灾，只顾自己喝水浇田，拦了坝，不顾下游群众的死活。难道你们就要让你们的后代这样记住你们吗？你们这脸上不嫌臊得慌吗？那水就没命嘛！你跟我们这些说什么了吗？连命都没有去了，还要脸干什了？就是不能上了。这全国是一盘棋嘛，那都是阶级兄弟姐妹嘛。那你要命就不让我们要命了？那10个街的田是社会主义的田，双水村的地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地，你看咋就跟你们说不通了嘛？这个费应该放，都是阶级兄弟，都是黄土上劳动的人民，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估计现在军3副子中已经开始带着人加高霸粮了。李强，你这还今儿换了双新鞋？今儿晚有大行动，我怕我那双烂鞋呀跑不利索，所以换上了这双。这鞋呀还是咱福堂子叔送给我的呢。那你是准备活坝的时候跑了，还是准备活完坝往回走的时候跑了啊？我准备啊！哎呀，你管我什么时候跑的？社员同志们，支部决定啊，咱们再等等少安。北京时间12点，少安不来，咱们就行动。现在已经拖得过了北京时间下半夜1点了。哎呀，这不是喊狗等羊蛋吗？就是嘛，这人家村的干部为了庄稼，都敢组织社员拦水。咱倒好，咱庄稼都死了，咱干部去找人说理。哎，你说的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那少安为了咱们跟人家去谈的判吗？你咋了？你要咋？你咋了嘛？你咋了嘛？干什么的？你们这些后生1队、2队都有，有姓简的，也有姓田的。今天把胡图之间哥搁到一边，不分1队、2队的，站到一个战斗行列里头，为了咱们双水村统一听我的指挥。不能放！不能放！杨化，
放水。赵书记，我谢谢你，谢谢你啊，赵书记。哎，咱们不用上班吧？上班的不让人等着，等着。糗死了！少安让石歌节大队给扣下了。是啊，一到石歌节，他们就把少安给绑了，人捆上，嘴堵上，不让说话，不让走。完蛋了吧？这事儿没办好，这人还让人给抓了，那咋弄嘛？那咋弄嘛？军武，走。好，你们几个跟着我到关子村，估摸着孙玉婷他们快到了，我们就和关子村的坝，跟我走。快走，快走！你们这10几个精壮的后头都是个挑的，咱们上拖拉机火吧！走！我给你再端一碗。少，你不能再喝了，你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们一块上吧，我让你亲眼看着放水。好。大家都回去准备一下，准备放水。行。现在1点半。上。咋了，少？我们村的人等着我12点，要是不回去，就要带着来火你们的坝。火把？啊！火把！这个坝，如果要火个拳头大的窟窿，这个坝就会崩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先出去。你咋了吧？和你这手还抖个什么？我现在害怕的很。哎呀，我这心跳的团的。你不是抖得很吗？还城里是个火把指挥部，自己当总指挥，让玉体当副总指挥。你现在知道害怕了？哼！哎呀，我现在越想越害怕。我把全村的人都煽乎起来了。哎呀，冒了这么大的险，这要是出了事可咋办呀？天这么黑的，那么多的人，我还封了几楼。哎呀，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问题啊！哎呀，这个事情就算是按计划弄成了，坝也活了，水也来了，将来公社追究下来，我可咋办？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东拉河的水呀！自己倒也活该。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先走了。谁要死，又来了小草呀，背后，谁埋了强哥，咋样？不是，他们现在肯定不知道石个节答应放水，要是回去晚了把坝火了，就出大事了。咋了你？我的腿。呀，这咋出这么多血啊？你的腿有手绢没有？身上？有。给我拿出来。少安哥，你快走，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咋的把你也扔在这？走，跟我一起走。走。我走不动了。我带着你一起走。哎呀，你不管我，你快走啊！你再走一会儿就来不及了。水爷，你和向前结婚了？结婚了。你问我为啥要结婚？就是因为你结婚，你结婚，把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少安哥，那个时候
我的世界都是昏暗的。你放心，我这次来不是想改变自己的婚事，也不是想改变你的婚姻，不是想麻缠你的，真的不是。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听说你要跟人谈判，我着急，我怕你出什么事情，所以才从罐子村一直找到石哥姐来的。你快走啊，一会儿就来不及了。你快走呀！我现在想着，就是想改变一切，想着往后的光景，我一定要让它变一变。停车！停车！停车！先不要动啊！不要动！海明，先把火熄了，你不怕惊动人呀？哎，不要熄！我已经熄了，我让你熄你就熄，你慌什么你？也听说，咱们这个又不是啥光明正大的事，我们是偷人家的水。那天爱民是头一回偷东西，能不慌吗？好了好了，你先把拖拉机掉头，咱们准备随时跑。啊！哎呀，你们看啊，这个水坝呀，离石河街村有1里多路啊，在这儿火把他们听不见。这个石河街村的人呀，估计已经睡着了。刚才咱们从罐子村路过的时候，连一星灯火都没有看见。哎呀，现在动手正是时候。就是。哎呀，那还等个什么？哎，回来还没说完呢，还干什么？听我说啊！一切行动听指挥，走，火吧！小心点啊！哎呀，你看这一坝的水，看着就叫人眼馋的。就是嘛，这多好的水啊！姐夫、金强，你们俩不要在中间挖，中间水流大。挖多了容易决堤，决堤了以后跑都跑不了。你不管干嘛？你自己挖你挖，这干什么呢？你这是，他都不听指挥啊！啊，你们5个留在后边，其他的人各到前面挖啊！走。轻点，轻点，快，这儿，感谢。真是感谢！我狠狠的挖，让他们来水，让你们来水！挖！不睡了，不睡了，快！差不多了，可以了，快走，走！快走！快走了！要挖啥？快走了！快点！金风金强，快点儿！石河街村的人拿着镐头追上来了，快走呀，点儿！走走走，快走快走！这人是，哎呀，赶紧的，有点事儿。快，上！哎，
起来，危险！村里人抢咱的水，说咱的坝，你双水村的人都他妈的是土匪啊！走，咱们走到山上去。走！停！坝都破开了，照这有啥用？走，坝要开了，大家快！快走！快走！快走！哎呀，关子村的坝一火开，太好了！抽烟！这是大抽酒啊！这过年的时候才抽的烟，今天咱就过年了啊！过年了，太好了！哎，玉婷，抽上烟啊！你带上金富和金强，到前村去支援一下聚山，把那个坝梁加高。好啊！金富、金强，跟我走！哎，富哥，你带上万勇，再带上2个人。你们到后村去照看着，水一下来，咱们一会儿就到前村去。好，明成。好，迎亲高走。哎，伙计们，你们一会儿把锅碗瓢盆都拿上，这样接水去啊！大哥了，哎，大家，水头已经下来了。不，下来了。班长，谁让你们火把的？不是说好了等着我回来吗？那10个姐都答应放水了。上来，你你不要管我，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不是嘛？你说你12点回来，我们等到1点半也没见你回来嘛。结果海明回来说，你叫10个姐大队给扣下了，我们想着也没有谈成，我们就趁着天黑就把坝给活了嘛。副堂说啊。这水涨得太快了，不对劲。就是我也看着不对。我刚才路过10个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坝在中间活了个大口子。那万一要是坝崩了，到了罐子村肯定也拦不住，更不要说咱这个小土坝了，要出大事了。玉婷，咋搞的嘛？不是说了在人家那个坝子旁边活一个小口口吗？怎么搞的？金富、金强不听我的指挥吗？哎，你不要再说这了，赶紧下来，赶紧下来，不要站着看了。洪水要来了，赶紧加固坝梁！上来了，加固坝梁！快！是小队了，是小队了！往上面走！快一点，往里边啊！别了！
回来，这怎么就把少安给抽走了吧？哎，玉红、玉婷，你们在衙门这边再找一下嘛！走，兄弟，你和舅母，你们往那个杨家沟那边再往西走一走，好，赶紧走！吴大叔，沈志明没了！什么叫没了？他媳妇王彩娥发现他没回家，就到下游去找他。发现的时候，他被河水冲到河边，断气了。哎呀，可烦！东拉河水已经流得涓滴不剩了，咆哮的河道像大暴雨中的洪水冲过一般，两岸地坡身上的青草糊满了泥巴。现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这条肮脏的、丑陋不堪的河流，让人看了十分刺眼和痛心。这是闹啥呢？刚刚一位汉去火把，出了人命，这又下雨了。少安终于从河滩中醒来。他身心俱疲，内心不安，脑子混沌。他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而挣扎着醒来，才能让这一切噩梦重归平静。可是醒来后，又要面对残酷的现实。突然，他心里感到一阵莫名的压抑。往日这生机勃勃的东拉河，竟然沉寂在一片悲哀之中。水都没有剩下，大坝没有了。村里的这咋样？咋了？也没了。咋回事？说的都悬，他到河道里去扒死。村里人还以为水下海了之前他就走了，没想到水来了，冲走了。他这学了没有？只找到了他的尸体。二爸，我让他回家看着你奶，他你奶都知道这事，着急。全村人都以为你也死了，你别没了，胡唐一着急，话都说不出来了。哎，村里还准备给你追悼会嘞。追悼会？啊。到底是3岁村的人。下这么大的雨，没有一个人走。天上在下雨，最后从少安的脚下流。村少安同志追悼会正式开始。第一项，火报致哀。大家低头为孙少安难过3分钟。
我！你们这是干啥？这给少安开追悼会呢？少安是人，我们军民就不是人吗？又开追悼会，还放烈士，我们军民就没人管了。谁说没人管了？有人管。这个事情要一样一样的来，先给少安开了追悼会，再给你家军民开。军民是不是烈士？我说了不算，得支部开会决定。你说咋？人家死了就是你不见了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别做主。天就说定了，起不了船了。朱下克可是你是我们金家村的人我们就千万不能向外管我们军民身后的事，都靠你了。我们家少安是生产队长，他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还跳到河道里头堵泉口的。少安他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是为了全村人牺牲的。你们军民，他是到河道里头拉屎，来不及跑被冲走的。你说个啥呢傻吧，是为了对上，忍着肚子疼他发上劳动，现在人死了，你说他是拉屎死的，他什么名目我操你！不要闹了，我就开始玩追悼会吧。少安，感谢他。和他说，你喝水？我不喝水，问完人家我就走了。你喝水。日夜从石阁街回村的路上，被人捡着了，先送到公社，再送到县医院去了。他现在什么情况？你喝水。我不喝水，他现在怎么样了？骨头伤害了，不能走路了。捡着他的人说，捡他的时候，他正在路上爬呢。我家女子说，他就是一步一步爬，他也要爬到双水村来找你孙少安。少安，我说他一步一步爬，我说的有点邪乎。可是他半走半爬，可是真的。我到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的衣裳都破了。他说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我也不该戳你的心，让你再对我家润叶动心。我要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你已经结婚了，不能再回头了。你把我家润叶害得还不苦吗？你不要让他再死去活来了。你说话。你就是个犟逼！叫你喝水你不喝水，叫你说话呢你又喝水了。我当时，你放心，我绝对不去医院看他。我知道。你心里把他看一眼就行了，
旧社会，河东的金家在村里主事，而新社会，河西成分好的田家明显在村里占了上风。新社会几十年，尽管农村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交错复杂的变化，但户族之间的矛盾，平时总还是模模糊糊地存在着。有的时候，这种矛盾还相当的尖锐。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也不要着急啊。毛主席说，要革命，死人的事情是常发生的嘛。救兵是为集体牺牲的，这大队应该说下点什么，不然这恐怕说不下去了。就是棺材、衣服，我到时候埋人之后吃的喝的，对上都负责。你说咋样？哎呀，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对上负责的事情。我说的是其他方面，这其他方面总该有些什么弥补吧？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可弥补的？啊，你来。军务，我听说你要娶弟妹王彩娥，那慧慧咋办？你们俩不是要结婚了吧？是我哥还有我妈，为了不让王彩娥带走长栓，非要逼着我娶王彩娥。哎呀，我要是答应了，那我就对不起慧慧；要是不答应，就对不起我哥我妈。哎呀，少安，这个俊斌还没入土，王彩娥的娘家就撺掇他改嫁，长栓还小，他肯定要把他带走。老太太出了个主意，让俊武啊娶俊斌的婆姨王彩娥。哎呀，那王彩娥也是要活人嘛，但是法律是允许改嫁的哈，这老太太拦是拦不住嘛。我现在明白了，副堂叔，现在是两个事，这一来呢就是王彩娥家里以后没有壮劳力的事，还有个娃不好过光景哈；二来呢就是俊文俊武以后负担太重了。少安说的对着呢，现在关键就是给俊斌弄烈士这个事情。要是弄上烈士国家就给抚恤金了，有了抚恤金，日子就好过了。可问题是，怎么才能给俊斌弄个烈士？要不是这啊，咱们先给俊斌立个墓碑，上面写上“金俊斌烈士之墓”。咱们现在是非常时刻啊，天气又热，人放不住，咱也不挑日子。我看今天就下葬，咋样？你说是？说的是。自己弄个墓碑，国家不认，抚恤金哪儿来？就是嘛，谁给钱了？你给啊，管谁要去嘛？不要吵，不要吵！哎呀，哎，警察叔你不急嘛？这副堂叔不是在这给大家想办法吗？你看你们这一吵，我这头病可犯。是这啊，你们几个先商量着拿出个意见啊，我回去吃上些药。哎，支书你不能做。田支书。军山说：“你看这样能行吗？俊斌当烈士这个事，你交给我办，我肯定给你办成的。但是你们要听我来安排。你说，是这哈。姐夫和金强跟我去一趟公社，和公社里的领导说一下，就说火把这个事是我带头干的。哦，这个责任我先承担下来。咋能让你承担这个责任呢？二爸，你不要管这个事嘛。哎呀，少安，玉婷说的对，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军武？我不怕吧？哼，我现在是破罐子破摔了。4分猪饲料地这个事，我错了，也挨了批斗了。我怕什么？哦，我现在就是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少安，就这么定了。哦。你们俩说的是实话吗？是孙少安带你们到10个街村坝上活的吧？是。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好。少安，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咋能连续犯错呢？前次做饲料地的事儿还没有完全的了结，咋又出这档子事儿嘛？白主任，徐主任，我们双水村这个事是做错了，但是我不是推卸责任，这个管子村和石各街村也有责任。这个东兰河是公家的河，那你说这两个村占着上游的优势，私自就把这个坝给拦下了，把水权全在自己的村子里，那你让下游的村子咋活？那全国现在都在抗旱嘛，要各村团结。那你说他们这么做了，你让我们咋办？这是逼着我们去火坝呀！可这么大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到公社来找我和徐主任嘛，你怎么能擅自做主呢？而且你一个生产队长，哪有那么大的权利？你们村支书田福堂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他不下命令，谁敢跟你去火坝？是这，白主任，福堂叔病了，一直在家里休息。这个事是我瞒着他干的。那水下来了，田支书还撑着自己的身体，带着人去填坝，水太大了，没有堵住。白主任，那个军兵啊，就是在这次抢险的时候遇难的，家里孤儿寡。我希望公社能批给他一个烈士称号。你胡闹！说到底，田福堂是支书，无论如何他脱不了干系，我非得给他个处分不可。哎呀，你不是常教导我们对农民要宽容吗？田福堂虽说是支部书记，但他终究还是个农民嘛。再说这双水村是咱们石各节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福堂一贯表现不错，这次犯这种错误，给个处分恐怕不妥。再说他们为这事儿已经付出了代价，死了人，惩罚已经够了。平心静气讲，我作为公社一把手，也有责任，我应该提早注意这个问题，把东兰河的水给沿河的村庄都分一点。福堂和双水村的人，可能是逼急了，才做出这么荒唐的事儿，我能理解。村民大多没上过学，考虑问题难免不周全。不，这事儿照理说大家都应该有责任啊。不过这事儿实在是太大，以后县里终究得追究下来。不给田福堂处分也可以，但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三乘两马的就了结，否则我们怎么给石各节和罐子村交代？这样吧，既然少安你说是你带着人去获得坝，那你就代表双水村支部做个检查。能行啊！我的责任我担着，我代表双水村去做这个检查，去罐子村、去石各节村邮件道歉都能行。我就一个请求，白主任，一定要给军兵批一个烈士称号。
小人，少些啊，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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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